嗨，大家好，好久不见！我们终于进到中级课程了。在初级里面呢，我们以 list 的编辑为重心。那在接下来的中级里面呢，会和大家介绍到关于 tree 资料结构的编辑。那同时呢，我们也会搭配案例来和大家做介绍。今天会和大家介绍几颗关于 tree 结构筛选的电池。那在进入课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封面的这个案例。那可以看到它是有做一些简单的判断的，去产生这种方形的跟圆形的 pattern。但仔细看之后，又会发现它好像不只是用 cool pattern 或者是 dispatch 去做而已。它在第一圈呢是有两种图形，第二圈呢是只有圆，第三圈又是有两种图形。所以像这种呢，就会用到 tree， 也就是我们说的资料夹。先去针对资料夹做一次筛选之后呢，再针对筛选后的这几个特定的资料夹再去做进一步的判断。好，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呢，我们到 Vector 标签底下选择这一个圆形的这个网格 Radio。那在中级里面呢，我就不把 Draw for Name 打开了，也就是这个。我把它先关掉，这样本呢会比较节省萤幕的电池空间。好，那产生这个网格之后呢，我们在 size 这边呢，我们输入20，然后它前面这边预设会先让你看到这个 XY 的平面。我们在这个 plan 这里按右键选择这个，我们把它截取出来，然后我先把它隐藏，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只看到这个网格了。那接着呢，我们输入 area 来看一下这每一个网格的编号。area 呢在这里，然后我们要看编号的话呢，到 display 底下这边我们选择这个 point list。好，我先把这个点隐藏。那这样就可以看到它的编号0是从这里开始，然后这样子顺时针的方向往下继续做排列。然后呢，你会发现它第一圈这里是灰色，然后这一圈这里是紫色，然后这里的话呢是绿色。它这样子其实一圈呢就代表着它是同一个资料结构，也就是说在灰色的这一圈它是在同一个资料夹，紫色的这一圈呢是在同一个资料夹，绿色的又是在一个资料夹。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后面这边总共是从编号000的资料夹呢到编号004的资料夹，总共5层，也就是1、2、3、4、5这5层。那前面呢，我们用的资料筛选方法很常见的就是直接用 list item 这颗电池来针对 list 做筛选。也就是说呢，像是我这样选起来，我把 cell 接进来，然后在 item 这边呢，它预设是0，我们这边先输入一个0到5的一个范围。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输入编号0，它就是会把每一个资料夹的编号0的这一排把它选取出来，1、2、3。可是这个时候，如果我是想要针对特定的资料夹，比如我想要把灰色的这一群资料夹选取出来，然后要把紫色的这一群资料夹选取出来的话呢，我们就要用 tree 的资料筛选方法。我们就到 set 标签底下 tree 的这里，我们选择这个 tree branch。好，它有2个输入端，第一个的话呢就是 tree， 也就是我们所要筛选的所有的这些网格，直接把它送进来。然后第二个这个 path 的话，就是我们需要输入的资料夹的名称，也就是这个编号0到编号4的这个资料夹。那在这边呢，我可以直接先用一个 slider 0小于4，这样好送进来。你看它变红了，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前面这边这个 cells， 你看它的结构是000，所以它的资料夹名称其实这一个是编号000，然后这个是001，所以这时候呢，我如果直接给它编号0的资料夹名称，它会对应不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 tree 的这边，我们按右键选择 simplify， 这样它就会只是单纯的0、1、2、3、4作为它的整个资料夹的名称。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用 slider 来做筛选。好，
或者呢，你如果不 simplify 的话，就是在一开始前面这边，我们就是直接给它正确的资料夹名称，像是000，然后001。那如果想要针对特定资料夹里面的 item 呢来做筛选的话，我们除了用 tree branch 加 list item 这样来做筛选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颗电池叫做 tree item。在 tree 的标签底下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tree item。这个呢就可以搭配资料夹名称跟 item 的项目，直接来做选择。好，我一样把这边 tree 送进来。然后在 path 这边呢，一样就是需要输入资料夹的名称。那在前面这边呢，我先给它 simplify， 这样子呢，我就可以直接用这个 slider 把它送进来。然后在 item 这边呢，因为它预设就是0，那我在这边我先输入一个0到15的范围好了。好，这样。那像这样子呢，我们选取到了就是在编号0资料夹底下的第0个项目。所以我如果往后选取，然后这边也可以往后拖，这样子呢就是选到编号2资料夹底下编号10的这个项目。那在前面呢，我们除了用 list item 来做筛选之外呢，我们也很常用 core pattern 或者呢是 dispatch 这种电池来搭配 true false 的判断来将你的资料做分流。那呢，如果我们想要针对资料夹来做分流的话呢，我们可以到 tree 的标签底下这边呢，选择这个 split tree。好，那在前面这个 data 这里呢，就是我们这边所有需要来做筛选判断的这些原始的资料。那在下面这边呢，比较特别的是，它是用一个 mask 来作为它分流的一个准则。好，那我先把前面这边的先删掉。好，我把它移过来。那它跟 tree branch 一样，可以直接输入一个资料夹名称来作为我们筛选的一个基础。那我们前面资料夹名称是叫000，对吧？我们刚刚如果用 tree branch 筛选的话，会是这样。但如果这时候呢，我直接把它送进来 mask 的话，它会变红，它会不行。因为这边呢，我们需要准确的输入的是跟它后面这边一模一样的资料夹标签名称，它需要包含前面这个大括号。好，那在这边呢，我就给它加上大括号。好，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用 split tree 也可以选择到了。那它后面呢，就会同时将编号000，它会放在 positive 这里。然后除了编号000以外的资料夹呢，也就是001、002、003这些呢，它都会放在这个 negative 这里。那它的这个 mask 其实有蛮多种写法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在 split tree 里面呢，如果我们要选择特定的资料夹，也就是 branch 的话呢，我们刚才有提到，在它前面输入名称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加上大括号。那我们除了输入大括号之外来选择 branch 呢，我们也可以输入中括号来选择一个 item。那这个小括号呢，有点像是我们在做数学运算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个小括号把几个数字 group 起来。那这个的话呢，等一下跟大家示范应该会比较了解。那上面这边的话呢，是它的命名原则，下面这边呢会有一些筛选的方法，像是如果我们输入米字号的话，就是所有都要。那如果问号的话呢，它是针对特定位置的所有，因为我们的资料结构它有一个层级嘛，比如说像是000跟00的话，它就是分别有3阶跟2阶。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只想要针对2阶或者是1阶的地方去做指定的该资料夹的所有东西都要选取。那输入惊叹号的话是排除，也就是你不要这个项目。那逗点跟 or 的话呢，都是要一起把它选择起来。那这个点点点呢，是一个无限，就是它会自动帮你产生后续数列的一个输入的方法。那这个的话呢，是输入的一些范例，像是这个的话就是
branch 的名称，然后像在后面这边加中括号，就可以选择编号005资料夹底下编号7的这个 item。那像是这个呢，我就可以同时选择编号005跟编号006的这个资料夹。那现在这样文字还蛮抽象的，我们直接来透过案例练习一下。好，我们回到 Grasshopper， 那我先把这个 tree branch 先删掉，稍微放大一点。在 Mask 这边的编辑啊，我们输入的时候需要非常的小心。也就是说呢，该输入大括号的地方，我们就得输入大括号；中间有几个分号的，我们就得要输入对应的分号。这样，那我现在呢，先把前面这边的这个 data， 我先把它 simplify 一下。好，那我现在想要选择呢1、2、4这几个资料夹，我就可以在大括号这边，我就打1。好，然后我按 Enter。然后我们这边把它改成2跟4，好，然后按右键选择 Multiply Data。这样子的话呢，我就会同时选择到编号1、2、4的资料夹。所以呢，在 Positive 这里呢就是1、2、4，然后在 Negative 这里呢就是0跟3。那我们除了这样的输入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直接1、2、4这样。好，得到的呢会是一样的结果。这个的话呢，就是逗点的用法。那如果这时候呢，我想要选择1、2、4底下的每个的编号5的这个项目这一排，我想要把它选取出来，我就直接在后面呢，我加上中括号。好，我这边输入5。好，这样子呢，就会直接把1、2、4资料夹底下的5呢，都直接筛选出来。在 Positive 跟 Negative 这里，它都会保留原先的资料结构。也就是说呢，如果是没有被选到的，它就会让你保持一个 null 的一个状态。所以像是这里1的5，这里就是有，也就是这个位置。所以呢，在 negative 这里呢，就是除了这几个之外，剩下所有没有被选到的。那你如果点这颗电池呢，它会只选择在 positive 这里被筛选出来的这几个项目。那如果你想同时看 negative 这里的东西呢，你可以在这边后面呢，我们给它接一个 data， 好，送进来。这样这边的话呢，就是剩下的所有不是在 positive 的项目都会在 negative 这里。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是搭配大括号跟中括号的一个用法。那接下来呢，我先把前面这边这个 simplify 我先把它取消掉。那像这样子呢，我前面这边原先输入的这个 mask 它就没有办法起作用，因为它呢就没有办法对应到该有的这个资料夹的编号。那接着呢，我们来练习一下其他种筛选方法。刚刚有提到米字号的话是全部都要筛选嘛。好，我这边直接给它打一个米。好，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选取出来。那这什么时候会用到呢？比如说我想要选择所有资料夹底下编号3的这个项目，我就可以在后面这边输入一个中括号，然后打3，这样。好，这样呢，我就会直接把3的这边全部都选取出来。那刚刚也有提到惊叹号是不要。那我现在不想要编号002的这个资料夹，我就在这边打002。我现在不要它，所以呢，我在2的前面这边我打一个惊叹号。好，一样后面要放一个大括号。那这样子呢，在 positive 这里，我所获得到呢就会是01、3、4这几个资料夹，然后在 negative 这里呢会是2。那刚刚有提到问号的话是针对指定位置的所有。那我们刚有提到这个米字号的话呢，就是会把你所有的资料，不管你有几阶，全部把它选取出来。那如果是问号呢，可能就会是针对特定的阶数去做所有的一个筛选。比如我想要在这一阶好了，我想要这一阶里面所有的，因为它有可能会是0、1、2、3、4等等，我想要把这一阶里面不管多少我都帮它筛选出来。
然后后面这边的阶级呢，我再去做筛选或者是保留等等。好，那我们在筛选之前呢，我们先把前面这边的这个 data， 我们把它做 graft 跟 simplify 一下。我们到 set 标签，选择这个 graph tree， 然后我们在后面这边呢选择 simplify， 可以看到它这边的资料就变成是2阶了。它在前面这边第一阶这个位置，总共呢有0、1、2、3、4，然后在后面这边第2阶这个位置呢，总共有0到19，意思是说呢，我现在总共有5个资料夹，然后这5个资料夹呢，分别代表的是这几圈，灰色的一圈，紫色的一圈，绿色的一圈。然后呢，在这几个资料夹底下，是不是原本我们就是直接放几个档案了，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们刚刚有 graph tree， 我们把它做升级，也就是说，它现在变成了在这个资料夹底下，我们又有编号0到19的资料夹，然后这个资料夹底下呢，再放原本自己属于的那个档案，也就是说，这边变成了一个1对1的资料夹。1对1的资料夹，这样好。那现在呢，我把它送进 Speed Tree 的这个 data 里面。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用问号来做筛选了。如果我们遇到的资料结构像是有这种2阶或者是3阶以上的，我们就蛮常会用到问号或者是惊叹号来做筛选。比如说，我现在想要的是在第1阶是编号2的资料夹底下的所有的档案。那这样子的话呢，我就可以在前面这边我打2，然后后面这边我刚就说我想要所有的档案嘛，所以我这边就打问号。这样子呢，我就会把2底下所有的0到19都筛选出来。那这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问号的用法，它是针对指定位置的所有。当然，我也可以把它改成是前面这边所有的资料夹第1阶的都要，然后我是要每个的2，也就是像现在这样子的一个选法。好，那我就先把它接回来了。我把这个 graph tree 的先删掉，这个也先删掉。好，那接下来呢，假设我想要筛选的是编号1资料夹底下的0、1、2跟7、8、9这几个项目的话，要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在这边输入编号1资料夹底下的项目，所以这时候要用中括号。刚是说要0、1、2，然后7、8、9这样。好，我直接把它送进来。但这个时候呢，0、1、2其实就是0到2的一个范围嘛，然后7、8、9呢就是7到9的一个范围。那我们就可以呢直接用 to 的方法来界定一个范围。我直接在这边打0 to 2，但现在我是需要0到2跟7到9的一个选择方法，所以呢，我在前面这边我先用一个小括号把它括起来。那如果是范围跟范围之间的一个选择呢，我们可以在这边输入一个 or， 好，然后一样小括号7 to 9，好，小括号，好，这样子呢，我就会把编号1底下的0到2跟7到9这几个编号筛选出来了。那这个 or 呢，是针对一个范围跟范围之间的一个筛选方法。你这边除了打0到2，也一样可以把它改成是0、1、2或者是7、10、11之类的，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好。那接着呢，我们来操作一下案例吧。我们来画刚刚封面的那个图案。我现在呢，想要先针对资料夹来做一个偶数的筛选，然后再针对这几个筛选完偶数的资料夹，再去做进一步的判断。那这样子呢，我就先需要把偶数的资料夹筛选出来。我先在前面打0、2、4逗点，然后点点点，
这边打点点点的话，就表示它要产生后续类似的数列，比如说像我前面这边打了024，那我如果后面再接点点点的话，就表示要变成0246810，然后一直无限延伸下去。好，送进来，这样子呢，我就直接把偶数的资料夹筛选出来了。然后现在呢，我想要再增加的是奇数的项目，135点点点。好，这样子呢，就会把偶数资料夹底下的奇数项目筛选出来了。那接着呢，我想要针对这几个项目来做一个缩放。我如果要做缩放的话呢，会先需要一个中心点，我们给 area， 然后呢，我们用 scale， 好，这样把它送进来。这样子我就针对这几个项目做好了一个缩放了。那其余的项目呢，我想要做画圆。好，在这边我们一样给它一个中心点 area， 然后我们做 circle， 把它送进来。这个先隐藏，好，这个我也先隐藏。那这样子呢，我们其实就画好了。那如果呢，我们想要针对这个来做后续上色呢，我们可以先把它变成一个面，再用面来做上色。那我在这边我就先给它一个这个 boundary surface， 把它送进来。好，你看到它这边是橘色的，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它后面这边的这个资料的状态，它在这边呢，它会保持原本这个最完整的这个资料的状态，也就是说呢，它会让它没有被筛选到呢，它会把它变成是一个 null， 但是有筛选到呢，它这边就会是有东西的。所以呢，我们在做 boundary surface 的时候，它会连同这个 null 的东西也一起被送进来，它这边才会变成是橘色的。那你如果想要移除掉这种不太干净的一个资料状态的话呢，我们可以到 set 底下这边选择这个 clean tree。好，我放大。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它这边第一个的话是 remove null， 也就是说它会把这种 null 的这个资料的状态，我们会把它删除掉。然后另外一种呢是 remove invalid， 有的时候还会看到有的资料的状态是 invalid， 那这个呢它也会一起把它删掉。然后另外一个呢是 empty， 但它这边它的预设是 false， 也就是说如果你有空的一个资料的东西，你把它送进来，它是预设是不会帮你做移除的。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 empty 这边，我们按右键选择 invert， 把它翻转过来，原本 false 的就改成是 true 了。或者呢，你可以在前面这边给它一个 boolean toggle， 然后把它改成 true， 这样也可以。好，那我在这边我就先把它改成 invert， 然后我把这个 scale 完的这个几何呢，把它送到最下面这个 tree 的这个输入端这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后面这边的状态，你看原先这边这个 null 它就被移除掉了。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再把它送到这个 boundary surface 的输入端，这样我们电池呢就不会是橘色的了。好，那接着呢，我们把这个往下复制，一样同理把它做在 circle 这里。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做上色了 ，custom preview。好，这边一样复制。然后这个原先的颜色是粉白色，我就不更改，在这边我把它改成圆的，我把它改成是红的颜色。好了，好，这样，那这个案例就做完了。那有些的人可能对于这种 tree 资料结构的编辑会觉得很陌生，或者是很抽象。你如果还是比较习惯用 list 的方法来编辑也没关系，我们就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做。好，我们回到前面这边，我们这个的话是直接针对 tree 的这个资料夹的这个名称来做编辑嘛。我们可以用另外一颗电池，在 set 底下这边有这个 tree statistics， 这里这颗，好，它是针对 tree 资料结构的一个分析，我们把它送进来。可以看一下它后面这边的东西，它第一个的话是 path， 也就是说呢，它会把你前面这边的这个资料，它所有资料夹的名称呢，它会把它列出来。然后第二个项目的话呢是
每一个资料夹底下总共有几笔档案，它这边总共有20个档案，每个都有20个。然后这个 count 呢是总共有几个资料夹，我们总共有编号000到编号004，也就是总共有5个资料夹嘛。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利用这个已经叫出来的这个 path 来做 list 的编辑。你看它这边已经是这种 list 的一个状态了，我们就可以用这种 dispatch 啊，或者是 core pattern， 或者是 list item等等比较熟悉的 list 的编辑方式，来针对这个资料夹的名称来做筛选。那现在呢，我给它用 dispatch 好了，它这边预设呢是 true false， 所以呢在 true 的这里呢，我会得到的就是024这几个资料夹的名称，在 false 这里呢，我就会得到的是1跟3这2个资料夹的名称。那这时候我只要再搭配一开始教的这个 tree branch 的这个电池，好，我直接把它送进来，这我先删掉。好，我把前面这个网格送进来，这样子呢，我就会一样筛选到偶数编号的资料夹名称了。那同理，我再往下复制一个，然后把这个奇数号的资料夹名称送到 branch 里面，这样一样也可以做偶数跟奇数的筛选。所以呢，同学可以选择自己比较熟悉或者是比较喜欢的方法。好，那这是今天的案例。好，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呢介绍了 tree 资料的一个筛选的方法，我们介绍了这个 tree branch 的这个电池，它是直接利用输入资料夹名称的方法，有点像是以前用 list item 的方式来做。然后如果想要选择特定资料夹底下的这个项目名称的话呢，我们可以用 tree item 这颗电池。然后后续呢，我们也介绍了 split tree 这颗电池，它会搭配 mask 这种比较特别的写法，比如说像是问号或者是惊叹号等等，来作为资料夹判断的一个规则。我们也介绍了 tree statistics 的这颗电池，它的特色呢是可以把 tree 的资料夹名称叫出来，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变成是一个 list 的状态。那后续呢，我们也可以用原先比较熟悉的 list 的编辑方法，像是 core pattern 或者是 dispatch 这种方法，来针对这个资料夹的名称做编辑之后，搭配 tree branch 再来做 tree 的一个筛选。那最后呢，我们也有介绍 clean tree， 它可以整理 tree 资料结构，把一些 empty 或者是 invalid、null 这种资料的状态做移除。那这是今天的案例，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或分享哦。